为什么诺奖级物理学家看完詹姆斯·韦伯的最新观测数据，会直接说出我们活在一个错误的宇宙里这种颠覆认知的话？为什么我们信了几十年的138亿年宇宙年龄结论，现在居然出现了恒星比宇宙还老的离谱悖论？为什么物理课本里写死的哈勃常数，如今能测出两个完全矛盾、差了整整 9% 的数值？更诡异的是，韦伯在宇宙诞生仅5亿年的幼年期区域拍到了一批发育完全的成熟大星系，这离谱程度堪比你在幼儿园班级里撞见了满头白发的退休老人。这可不是科学家算错了小数点的小误差，而是我们信奉了几百年的物理大厦正在崩塌的信号。宇宙膨胀速度比公式算得快，星系质量比理论上限大，甚至连时间流逝的规律都可能和我们的固有认知完全不同。今天咱们就拆解现代物理学的头号悬案哈勃张力，聊清楚为什么学界有人说宇宙学已经破产，甚至我们真的有可能活在一个有 bug 的模拟程序里。欢迎来到现实的边缘。过去几百年，我们一直在拼宇宙运行规则的拼图，直到10年前，学界还普遍认为这块拼图已经严丝合缝。这套完美的理论就是 LCDM 宇宙学标准模型，它用极其优雅的数学公式完美解释了从大爆炸后第1秒到现在138亿年的所有演化规律，甚至欧航局普朗克卫星拍回的宇宙婴儿照，也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带入模型计算出来的结果和理论预测的误差不到1/1000。可韦伯把镜头对准130亿光年外的深空之后，我们才发现，这套我们信了几十年的完美理论，可能只是个哄了几代人的美丽谎言。现在整个科学界都在经历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我们曾经奉为真理的物理公式，在遥远星系的光线面前几乎站不住脚。而这场危机的核心，就是宇宙学里曾经被当成衡量的数字哈勃常数。它的物理意义就是宇宙当下的膨胀速度。如果这个数错了，那我们对宇宙的年龄、大小，甚至原子能凝聚成物质的底层逻辑就全错了。诺奖得主亚当·里斯花了10年时间，用精度达到厘米级的宇宙距离阶梯法测量哈勃常数。看完最终数据，他只说了一句话：如果数据没说谎，那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从根上就是错的。打个比方，这就好比建筑师盖完了100层的摩天大楼，才发现地基里根本就没打承重柱。这个谎言是怎么被戳穿的？按照标准模型，用宇宙早期的数据推演到现在，哈勃常数应该是67千米每秒，每100万秒差距，是个干净漂亮的整数。可我们直接观测现在的星系运动，测出来的数值却是73千米每秒，每100万秒差距。这区6个单位的差值根本不是什么计算误差，而是一把插在现代物理学核心上的匕首。就因为这6个单位的差值，我们按73算出来的宇宙年龄，比已经发现的最古老恒星的年龄还小了整整10亿年。这就好比儿子比亲爹还大10岁，完全是个逻辑上不可能的悖论。视频开头提到的危机这个词，来自诺奖物理学家大卫·格罗斯。之前的学术会议上，亚当·里斯把这个矛盾定义为哈勃张力。格罗斯直接打断他说，这哪是张力，这就是一场全物理学的危机。因为标准模型一旦被证伪，我们用来解释宇宙 95% 构成的暗物质、暗能量，就全都是建立在假设上的空中楼阁。我们之前就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屋子里攥着怪兽的尾巴瞎猜，手里的手电筒还是坏的，可韦伯直接在黑屋子里开了个1000瓦的探照灯，照出来的怪兽比我们猜的大10倍，也吓人得多。为什么这个美丽的谎言能瞒我们这么久？因为人类天生喜欢秩序，完美的公式能给我们足够的安全感。可韦伯拍回来的那些成熟的大质量螺旋星系，直接打碎了这份安全感。在宇宙还处于幼年期，本该只有零散小恒星团的阶段，居然已经有了和银河系差不多大的成熟星系。按照标准模型，这些星系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攒够这么多质量，可它们就实实在在摆在那里，仿佛在对着我们说，你们的数学管不着我。现在宇宙学界已经分成了2派，一派觉得是观测出了未知误差，
还在抱着旧理论的舒适区不肯出来。另一派以亚当·李斯为首，认为是时候彻底重写我们对现实的认知了。这可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学术吵架，而是整个人类存在史的重置节点。如果这6个单位的差值消不掉，未来10年我们中学课本里的物理公式可能就要全被扔进垃圾桶。现在先不说学界的利益牵扯，我们回到最核心的问题，如果标准模型真的是谎言，现实能离谱到什么程度？咱们把这个哈勃危机拆透了说，现在的宇宙学界就好像同时活在2个不一样的平行宇宙里，一派是看宇宙婴儿期的微波背景数据推演现在的状态，另一派是直接观测现在的星系，测实时膨胀速度，两边的测量逻辑都挑不出错，可出来的结果就是差了一大截。打个比方，这就好比盖楼的地基工程师和装屋顶的工人对楼的高度认知差了整整10米，这就是我们说的哈勃张力。但就像诺奖得主大卫·格罗斯说的，这已经不是什么张力，而是实打实的宇宙危机。宇宙总不能同时用2个速度膨胀吧？要么是我们的测量工具出了我们没发现的问题，要么就是有我们还没发现的幽灵般的力量改变了整个宇宙的结构。亚当·李斯团队用的宇宙距离阶梯测量法精度非常高。第一步靠造父变星，这种特殊恒星会规律闪烁，绝对亮度是固定的，就像宇宙里的标准灯塔，我们靠它能把临近星系的距离测到厘米级的精度。第二步靠 Ia 型超新星，这种白矮星爆炸的宇宙级事件亮度是完全统一的，相当于更远的宇宙灯塔。李斯靠这2把尺子测出来的哈勃常数就是73千米每秒，每100万秒差距，这是我们实打实观测到的现实。那另一派的67是怎么来的？欧航局的普朗克卫星观测的是大爆炸后仅38万年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也就是宇宙最初的尘埃云的温度波动。物理学家把这些早期数据带入我们信奉了几十年的标准模型，推演138亿年后的现在，计算机算出来的哈勃常数就是67千米每秒，每100万秒差距。这就是整个物理体系的断裂点。来自过去的预测是67，当下的观测结果是73，这6个单位的差值相当于整个宇宙尺度的 9%。 这个误差就像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从宇宙年龄到星系间距，我们之前所有的认知都会被全部推翻。很长一段时间，学界都觉得是亚当·李斯的团队哪里算错了，要么是恒星太密，光线互相干扰，要么是星际尘埃挡了视线，导致距离测不准。就在这个时候，韦伯望远镜站出来了。韦伯的 6.5 米大口径黄金镜片能看到哈勃看不到的红外波段细节，所有人都等着韦伯证明李斯错了，把数值拉回67，结束这场危机。结果韦伯给了所有人当头一棒，他不仅完全确认了李斯测得的73是对的，还把测量误差缩小到了 1% 以内，彻底排除了所有测量误差的可能。就像李斯说的，当所有误差都被排除，剩下的唯一结论就是我们对宇宙的理解错了。这就把我们推到了一个更恐怖的问题面前，如果两边的测量都没错，难道宇宙的过去和现在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变化？有可能是我们说的暗能量随着时间推移改变了性质，也有可能是宇宙诞生初期存在过我们还没命名的早期暗能量，给了宇宙额外的推力，让它加速膨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改的可就不止一个常数，甚至连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都要重新审视。说白了就是我们手里的旧地图根本配不上我们脚下走的新路。所以李斯才会说，这已经不只是天文学家的问题，这是整个物理学的问题。你想想，我们连宇宙最基本的常数都测不对，其实就等于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一边是完美符合理论的过去预测，一边是无法否认的当下现实，两种现实在同一个宇宙里撞得头破血流。更糟的是，随着韦伯拍的深空照片越来越多，这两个现实之间的鸿沟还在越变越大。接下来咱们要聊的那些不可能存在的星系，还只是这个鸿沟的冰山一角。现在你可要坐稳了，因为刚才说的数值危机跟韦伯扔出来的真正炸弹比，根本就是小儿科。
你能想象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夜之间长成180的成年壮汉吗？这听起来完全违反常识，对不对？可韦伯在观测宇宙黎明期，也就是大爆炸后5到7亿年的时候，真的看到了这种离谱的事。在本该只有零散小恒星团的婴儿宇宙里，居然出现了大量质量和银河系差不多的成熟螺旋星系。按照标准模型，这个阶段的宇宙最多只能形成质量只有银河系1%的小恒星团。这些星系的存在本身就能把我们讲了几十年的138亿年宇宙演化史直接推翻。科学家直接给这些星系起了个名字，叫宇宙破坏者。这些巨无霸星系是怎么来的？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形成这么多恒星，得把周围所有气体100%转化成恒星才行。可我们知道的物理规律告诉我们，气体要冷却、坍缩形成恒星，至少得几十亿年的时间。这些星系就好像开了时间加速器一样。天文学家麦克伯伊兰在《自然天文学》上发的论文直接说，如果这些星系真的像我们看到的这样，那我们不仅要修订宇宙学模型，而是要直接把它整个扔掉。不然就得承认，宇宙比我们想的老得多，138亿年只是冰山一角。更诡异的还在后面。韦伯在这些早期星系的核心发现了一批亮到离谱的小红点，之前大家以为是数十亿颗恒星的光，最新研究却给出了一个毛骨悚然的可能，这些光根本不是恒星发的，而是太阳质量100亿倍的超大质量黑洞吞噬物质时发出的辐射。可问题又来了，婴儿宇宙里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大的黑洞？有科学家提出了暗星理论，普通恒星靠核聚变发光，可这些星系的核心可能是靠暗物质湮灭供能的暗星，质量是太阳的数百万倍。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宇宙诞生初期的物理规律可能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就像一个模拟程序刚启动的时候，处理器过载出了 bug， 宇宙起源的时候也充满了不符合我们模型的错误。如果是你会选择推翻用了几十年的标准模型，还是相信我们活在一个有 bug 的模拟世界里？评论区聊聊你的想法。现在学界吵得不可开交，根本没人能给出确定答案。现在学界分成了两派，一派觉得这些星系其实没那么大，是核心的黑洞亮度误导了我们的质量判断。另一派则说，数据清清楚楚，宇宙早期的演化就是比我们想的快得多，混乱得多。可不管哪派是对的，最终指向的结果都一样。我们的宇宙学标准模型已经被砸出了个没法补的大洞。我们对星系形成、恒星诞生，甚至时间膨胀规律的所有认知，都可能因为韦伯传回来的这一个红色像素彻底失效。你觉得哪个结论更吓人？是宇宙比我们认知的老了几十亿年，还是婴儿宇宙里就存在着违反所有物理定律的超大黑洞和暗星？这些不可能的星系还只是个开始。如果宇宙黎明期就有这么大的认知误差，那我们对宇宙末日的了解可能错得更离谱。咱们再往前推一步，聊聊这场危机导向的两个极端答案。要么是我们需要全新的物理体系，要么就是我们整个宇宙都是一个模拟出来的错觉。接下来咱们说的内容可能会彻底打破你对现实的认知。我们聊到现在，其实已经能得出一个很明确的结论，靠现在的理论地图，我们根本没法在这个宇宙里走得通。面对韦伯扔出来的残酷现实，科学界现在分成了两个大方向，要么彻底重写物理规则，要么就接受宇宙本身就是个巨大的错觉。第一个可能性是，早期暗能量理论，宇宙刚诞生的时候一切正常，可在最初的几亿年里，突然出现了一种我们还没发现的神秘力量，给了宇宙一个额外的推力之后就消失了。如果这个理论成立，我们现在测到的奇怪数值就是那次神秘推力留下的回声。那如果问题不在能量，而在引力本身呢？这就是全新物理的切入点了。也许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引力规则并不是在宇宙的所有角落都通用。比如 Mount 修正引力理论就提出，在极大尺度或者宇宙极早期，引力的规律和我们在实验室测到的不一样。这就好比比赛打到一半改了规则，如果宇宙黎明期的引力比现在更强或者更弱，
就能解释这些不可能的星系为什么能这么快形成。可这也意味着我们过去1个世纪的物理书全要重写。你觉得科学界能接受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吗？我再给你说一个更惊悚也越来越被物理学家重视的可能性，模拟 bug。 没错，就是你想的那个模拟论。如果我们真的活在一个模拟程序里，韦伯可能已经摸到了这个超级处理器的渲染上限。你玩开放世界游戏的时候，肯定遇到过快速跑到地图边缘的时候，远处的物体加载不出来，或者物理规则出 bug。 韦伯观测宇宙边缘的时候，可能就是主处理器要同时渲染太多遥远星系，直接出了错误。宇宙早期的奇怪加速，不该存在的巨大结构，都是代码里的 bug。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疯狂，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开始认真讨论这种可能性。也许错的不是望远镜，也不是数据，而是我们感知宇宙的方式本身。作为人类，我们天生就喜欢把所有事都塞进固定的框架里。我们说暗物质、暗能量占了宇宙的 95%， 可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这些名字说白了，就是我们盖在自己无知上的漂亮面具而已。我们尝试理解宇宙，就像拿着海边的一粒沙，想要画出整个海洋的地图。现在我们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边是能给我们安全感但完全错误的旧物理，另一边是让我们恐惧但通往全新世界的新物理。如果这些新数据真的能催生出全新的物理体系，这可不只是一个科学发现，而是彻底改写人类对时间、空间和存在本身的定义。韦伯可不只是给我们发星星的照片，他是在给我们递一把锤子，让我们砸碎之前所有的固有认知。现在最让人激动的问题就是，这场危机到底是终点还是全新的起点？人类每次遇到认知瓶颈的时候，总能砸开一扇新的门。牛顿带我们认识了万有引力，爱因斯坦带我们跳出了绝对时空。这次的宇宙危机，说不定就是带我们摸到真实世界底层规则的钥匙。你看，现在我们以为自己懂了很多，其实还只是站在认知的边缘而已。物理学的危机从来都不是终点，而是新世界大门开启的信号。当年牛顿的引力定律解释不了水星轨道的异常，整个学界都慌了。结果这场危机直接催生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现在韦伯给我们看的这些不可能的现象，就是下一次物理革命的分娩阵痛。韦伯不是在告诉我们宇宙坏了，物理破产了，他只是在小声告诉我们，你手里的旧地图已经配不上这个全新的世界了。这场危机能带我们走到哪儿？也许未来几年我们就会接受标准模型只是个过时的草稿。我们会发现暗能量的本质、引力的未知维度，甚至时间的流逝规律和我们感知的完全不一样。就像李斯说的，宇宙膨胀速度的差值，就是我们还没观测到的140亿年宇宙历史留下的证据。我们现在只能听到这宏大交响乐的最后几个音符。最神奇的是什么？我们只是银河系里一颗普通恒星边上的小岩石星球，居然能靠手里的数学和望远镜，为了宇宙 6% 的膨胀误差睡不着觉。这要么证明宇宙本身有多么精妙，要么就证明人类的探索欲根本没有边界。甚至还有可能，自从我们开始观测宇宙的那天起，宇宙就已经在根据我们的观测重新调整自己的规则。这就是量子力学里的观察者效应。今天聊的哈勃张力、不可能星系，本质上都是在告诉我们，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还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每一次观测技术的突破，都可能把我们之前的认知全部推翻。而这种推翻，恰恰是科学最有魅力的地方。它永远在自我迭代，永远在靠近真相，永远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旧地图的边缘，前面全是未知，但也全是最激动人心的可能。能看到这里的你，也已经成为了这次宇宙探索革命的见证者。接下来我还会继续跟大家聊这场科学革命的最新进展，聊聊韦伯还有哪些颠覆认知的新发现，带你一起揭开宇宙最黑暗的秘密。不想错过后续内容的话，别忘了关注我，点赞收藏这条视频，打开通知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更新。现在留给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们活在模拟程序里的可能性有多大？你更愿意相信新物理还是模拟论？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我们一起讨论。
我们下次宇宙探险再见，祝你今晚能睡个好觉。